好了，我们接下来呢聊第三件事儿，就是中共的整个体系当中啊是容不下反对的声音的，但是普通老百姓今天整体的纪念一位好人，就是咱们理解的那个善良的人，他叫高善文。这个人的信息啊，我就不用普及了。总之，我告诉你，他呢作为一个中国顶级的经济学家，他做了他该做的事儿，就是把真话呀告诉了中国民众。举例子，老习啊，他在上台以来，原来中国的 GDP 增长是10几，后来呢是保8，后来呢保5。但是这个高善文作为中共顶级的经济学家，他就说了，真实的中国 GDP 增长可能只有2%左右，这还是在一次公开场合讲的，他必须得搂着说，收着说。那真实情况呢？你说是2%是高于还是低于？大概率啊，也就是1点多。这就是高善文研究了一辈子宏观经济他的结论。第二件事儿，这个就有点悲观了，因为老习在第一次打贸易战的时候啊，2018年，他就决定跟美国啊对着干。我凭什么要给你削减贸易逆差呀？哎，我就给你就是奉陪到底。高善文呢，他就发出了自己的感叹，他说我已经财务自由了，但是年轻人啊就犯难了。如果这次的路走错了，年轻人啊您就洗洗睡吧。你看这句话过去多少年？8年了。老习是不是走了他坚决和美国对抗的道路？他虽然口头上说啊什么合则两利，斗则两说，但是你也看他干的什么。他嘴上讲的不重要，他干的是什么？经济上要进行脱钩，用稀土卡美国的脖子，然后呢大力的发展军力，而且是尤其发展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战略导弹。前几天还不试射了一个潜射的13000公里的巨浪3导弹吗？他的行动就已经决定了，在外交上、军事上和科技上已经在和美国脱钩了。这就是高善文讲的路走错了。因为说实话，我们稍微有点岁数人都清楚，中国能现在过上好日子，不是说我们有多勤奋有多聪明，而恰恰是抓住了机会走对了路。这么多人10几亿人，干脆啊咱成为全世界的加工厂啊，把单子往外卖，哎，人家赚来外汇，不就可以改善生活吗？你说这些楼堂馆所、房地产哪来的钱？不还是说中国扮演了全球工厂赚来的吗？所以说路走错了，这个事儿也就应验了。人们之所以怀念高善文呢，除了他讲实话之外，更重要的点是一种情绪的发泄。老百姓心里是有火的。你说老习干了这10几年，民众的幸福指数到底是高了还是低了？我想连瞎子也都看出来了吧？这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，是一年不如一年了，而且啊没有停下来的迹象。所以人们就非常怀念这种能够为民请命的经济学家。虽然他手里并不掌握权力，但是他参与了舆论，为老百姓说了一些真话、痛快话，老百姓纪念他，这些啊都是自发的。关于高善文呢，我必须他讲他的身份是体制内的，是叫国创证券吧，就是那个一家国企的首席经济学家。他前几年也一直在表达自己的观点，导致中共啊把他的号都封了。应该说在2025年，也就是去年，他还在职的情况下，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。我看了一下新闻报道，提到他患的那个癌症呢，叫什么 T 细胞淋巴癌，是非常难治的那个癌。我感觉啊，这跟他的抑郁不得志啊有关系。因为中国有句老话，可能流传了上千年了，叫好人不长寿，他祸害万万年。你说这好人他为啥不长寿呢？好人他容易抑郁，就是当自己的理想和现实差距特别大，
那你说好人能不抑郁吗？但是他又无力改变现状，所以说啊，好人他容易出事容易抑郁，对吧？但你说祸害万万年也很简单，祸害他没心没肺，他那么沾脚就睡，而且呢，他们对坏事啊不担心被清算，哎，这个东西也许就是现在。那我们也继续关注高士万后期呢，他有没有可能被这个中共进一步的封杀吧？如果封杀的话，可能以后你搜高善文都搜不出来了。在这儿，我们必须把这件事儿的病根儿给大家说一下。在一个集权体制中，容不下任何反对的声音、挑战的声音，那就更别说了。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高善文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只有2%左右，那你说谁不高兴？是中国故事啊，直接就破产了。老习每年花上千亿人民币啊，在各大媒体，尤其欧洲的、美国的，甚至说控股当地的媒体，要讲好中国故事，中国要给世界开药方，要提供中国方案呢。你突然告诉我说我的 GDP 它只有2%，甚至还只有1%，你有啥资格给人家世界指明方向和出方案呢？所以说，这种讲实话的人，不就是那个说皇帝不穿衣服的小男孩吗？必须干掉。因为他在体制内保了的一条命，正好这个人疾病死了，我觉得老谢可能自己是高兴的。另外，我们说一下，为什么在集权体制中，而学界的声音不敢发出来啊？非常简单，就是当在集权体制中，他不光掌握了强力机构，他还掌握了你生命的生杀大权。如果说你和他的大政方针所谓不统一的时候，现在治人啊比以前更严了，现在叫限制出境。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原来北大的教授贺卫方，本来说好了要去欧洲是访问的啊，全球的经济访问，作为法学家吧，但后来啊，直接到了机场发现不让你出去，你已经在这个名单上了。所以老贺啊是现场退了机票回来的。现在你看，如果老习继续在台的话，他可能这辈子呀就出不了中国了，因为谁让你到处乱说实话呢？如果你在国际上造我的影响，那我这中国故事卖给谁呢？所以说，在一党独裁的情况下，民众是永远没有出头之势的。我们随便举几个这种一把手他一个人说了算的例子，他的世界观实际上是这个国家认知的天花板。因为在有些国家，专家的意见也许是总体认知的天花板，但是在中国不是的，中国的天花板它就是一把手的天花板。大家都记得那个动态清零啊，不用给大家说太细了。在他的认知中，这些病毒只要隔离，它就会死。你看，事实结果呢？中国的抗疫变成了一个人的演戏，就前10几亿人演戏，就给一个人看。这演戏里边既有老百姓，也有政府总理、各省省长、省委书记，就为了老习好看。你看，咱们清零了，咱们中国厉害。除了这些啊，那就是把万亿级的资金砸在了白洋淀下游的雄安啊，这个说过好多遍了啊。现在大家都不愿意去雄安，如果发生水灾，它可能会重演广西的这种恶果。至于说一带一路撒了很多钱，并没有获得收益啊，委内瑞拉1000亿的集资钱没有收回来，一桩桩一件件，咱就不用说了。在这里面，决策层只有一把手他个人的看法。第一，说专家的意见，他也许听一眼，他听不懂啊，就算了，说了实际上就是白说了。好了，除了聊中国的事啊，有很多朋友说大卫，你能不能聊点这个让我们看到希望的事儿？我作为一个自媒体节目啊，有自己的底线。当中国发生好的变迁，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同步的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不能造出来给大家说谁谁谁老习快完了啊，他们现在开始搞内斗了，这个蔡奇又被拿下了。你要听这些东西啊，你看到的中国那是一个虚幻的泡泡，事实终究啊会一吹就破的。
好吧，咱们说一下美国的事儿吧啊。